当暴风雪席卷了整片森林的第二天，阿克终于可以打开小屋的门了。此时他看到了人生当中最美丽的景色，而就在昨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差点让阿克冻死在这西伯利亚寒冷的森林里。阿克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上午的森林还是阳光明媚，到了下午竟然开始刮风下雪。现在的温度在迅速的下降，而他的庇护所只是刚做好框架。他知道，如果夜晚来临之前，他没有一个避风的小屋取暖，那他可能就再也走不出这片森林了。他现在只能尽力的多砍出一些木片，这就是他今晚关键保命的材料。看着远处的暴风雪，他希望这些原木木片可以抵挡住这一场暴风雪的洗礼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操作，他要把这些原木板拉到树屋上。在暴风雪没来之前，他靠这块雨布就能在这里生存。而暴风雪的到来，阿克必须要把小屋进行加固了。现在距离天黑还有4个小时，此时我猜你已经躺下了，正在用左手拿着手机看。如果我猜对了，请帮我轻点一下推荐，我看看我猜对了多少人。为了有效防止刺骨的寒风侵入，阿克采用了错缝铺设的工艺。他在每一层木板之上又额外增加了一层木板，通过这种层层叠加、紧密定固的方式，木屋的框架得以形成一道连续而坚固的屏障，极大增强了整体的密封性与防风性能，尽可能避免了冷风的渗透。当屋顶做好之后，他在旁边倒下的枯树上掰下来很多的干树枝，然后在庇护所下面把原木劈开，利用柴火的木屑把火先点燃。打火时的1000度火星瞬间点燃了木屑。阿克小心翼翼地在火种上面放上了小树枝，因为他知道火才是极寒天气中能生存下去的关键。天色渐暗，现在的森林非常的安静，只能听到阿克砍木头的声音。而现在的他只想尽可能多收集柴火，因为这里晚上很有可能会窜出来灰狼。只要柴火充足，他将一夜都会守在树上的小屋内。这些柴火已经足够支撑一夜了。他把柴火扔到了木屋上面。木屋内部不大，但是这个高度在这里绝对是安全的。当有灯光之后，他拿出了一块祖传的牛皮毯铺在了小屋的下面，这可以隔绝大部分下面的冷空气。不过至关重要的还是需要一个壁挂炉。这不是童话世界，在极寒天气中遇到暴风雪，最有效的保暖方式还是需要物理取暖的。他把壁挂炉和烟筒安装好之后，趁着地面上的火还没有熄灭，他要先把晚餐做出来。当锅内的油温达到了120度的时候，阿克把一块带骨的牛肉放了进去。当没有明火的时候，就用力吹向木炭，给火炉里面增加氧气，让明火烧出来。牛肉在高温的煎炸下，颜色很快就由红变暗，而油脂混着肉香也慢慢的散发了出来。在牛肉即将全熟之前，他把配菜放了进去。现在的森林中，除了有清新的冷空气之外，还多了煎肉的香味在这里弥漫。阿克在他的小屋内开始享受美食，他决定从此刻开始就不再出去了，因为天色已黑，附近很有可能会有动物出现。吃完饭之后，他点燃了屋内的壁挂炉。此时外面的雪一直没有停下来，而风也在呼呼地吹着。壁挂炉燃烧之后散发的热气瞬间让小屋内暖和起来。听声音，外面的暴风雪已经开始表演了。不过幸运的是，阿克已经建造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小屋，并且小屋内非常温暖。他还不知道的是，睡醒之后，他将看到的是西伯利亚最美的白雪森林。